我们调叶子的颜色，调画叶子的颜色。我们画一个蓝一点的叶子，我们用这个三青的。三青加一点这个赭石，三青它太火了，但是稍微的加一点赭石稍微的加一点赭石会压一下它的这种火气。然后我们笔尖再蘸墨，笔尖蘸墨。然后我们画它的这个嫩叶的时候，我们直接还是用这个，也是用这个颜色，它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。我怕我用太复杂的颜色，大家会觉得很复杂。我们所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颜色，直接这个三青啊，三青加，我们画这个枝干的话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了，在篮子里基本上是看不到什么枝干了。我们待会儿看一下要不要伸出来一点点枝干，画一下叶子吧。这个枝干也看不见，也躲在后面，这个也没办法看到了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枝干已经看不见了啊，已经没办法看见枝干了。来，我们调了三青和赭石的话，我们调这个墨，有一些叶子要有浓有淡啊，不要全部都是这种比较深色的这种叶子，要有深的，也要有浅的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。我们一片叶子是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样子是一片叶子啊。那它在这个篮子里穿过来这种感觉，在篮子里面啊，这个叶子这个花还是在篮子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注意画的时候，要注意它的一个层次感。好，来一点三青，加点赭石，笔尖蘸一点墨。笔尖蘸一点墨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笔尖蘸一点胭脂，就直接把它这个叶柄画上。这里来一组叶子，我看一下这里还要再来一些叶子，这里再来一组吧。三青胭脂，我们今天画一个小品的话，用简单的这种颜色的叶子去画，笔尖要蘸一点墨。掺过来啊，从这边掺过来这种。啊，这里面是有叶子的，注意这个叶子它要有这种厚重感，有这种有这种层次。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小心一点画的时候。从后面伸出来一点点叶子。好，从这里我们来一组叶子，三青，加一点点墨，或者是加一点胭脂也可以。上面我们就来一组这种，感觉是这种嫩叶，我们加点胭脂，就有这种嫩叶的这种感觉。
然后我们来一点点这个赭石，来一点赭石，再加一点胭脂，它这个颜色又会稍微有一点区别了。看一下我们这里要不要加那么多叶子哈，看情况。一点赭石，再加一点胭脂。然后赭石加点胭脂，画上它的一个叶柄。好，这叶子我们可以画碎一点点。那这里这么多叶子哈，在一排，我们这里我想把它再伸出来去一个叶子。伸出来这一组叶子，我们来三青，加一点点胭脂进来，加一点点这个赭石进来，笔尖蘸一点墨。好，让这些叶子有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不要让叶子都是在平面的。就是大家画叶子的话，很容易画成一个平面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排队，所有的叶子都在排队，那么它就不好看了，它就显得特别这个假，有这种排队的这种感觉。那这样子显得这个叶子就很厚重了，很多里面感觉是很多叶子啊，这种它才会显得整体会显得更加灵动好看一些。那么我画到这里来，我就感觉这里是要加一朵花了，这里来加一朵花，这里再来一组叶子吧。叶子我们就画了一边哈，这一边都还没有画叶子呢，这里再伸出来一点叶子啊。你看这种画叶子的颜色呢，就比较方便，就不用说太多的颜色，直接赭石蘸墨，它也可以作为这种嫩叶。赭石蘸这个胭脂哦，说错了啊。这里来伸出来一片叶子先，那这里来一组叶子啊，还是加一点赭石，蘸一点胭脂。来3片叶子在这里，让这一组叶子让它伸出来。三青，调三青，然后笔尖蘸一点点墨。好，这里一片叶子啊，三青，笔尖蘸一点墨。这叶子的话要有长的，有短的，不要叶子每一片叶子都画一样的。这叶子都要有一点这种重叠的这种感觉，它才会显得更加灵动。刚刚有一笔画的不是说特别好看，哪一笔呢？这一笔有一点点问题，
有点问题，我们要想一个办法去解决它。我们想什么办法呢？我们把这个三青调浓一点，然后再调一点墨，把它遮起来。这里太直了，这一笔太直了，我们直接这里加一片叶子上来，那这个枝干刚刚有一点粗，直接直上去，它会有一点点没有那么好看啊。就是我们看到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想办法去把它灭掉它的问题啊，就是消灭掉它的问题啊。那这里来一片叶子啊。2片叶子。我们先把叶茎勾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地方画一朵花。勾叶茎哈，用这个墨来勾这个叶茎，不要太浓了。就是你看一下你的叶子的浓度，然后采用多浓的这个勾叶茎的。叶茎的话，不要太跳了，不要你在整个画面上一看就看到了你这个叶茎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说颜色的话，稍微的不要太深了啊。稍微的有一点点深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水进来。好，这边的勾叶茎差一点就看不见了，我们把画面移一下。其实像这种颜色的叶子，我们勾叶茎用胭脂勾也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洗一下笔，后面的、下面的这些，其他的我们用胭脂来勾。勾叶茎不需要勾的太多太明显，它就失去了它的这种灵动感。本来就有的时候你叶子本来画的很好看，结果你把叶茎一勾，把这个叶子都毁了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所以说勾叶茎千万不要勾的太跳了，就是指颜色不要太跳了。好，这些闭合，就有一些小的缝隙，我们直接把它填满它，让它显得很多，显得感觉后面还有很多叶子。就是密的地方让它密不透风，疏的地方让它很疏。你看这些疏的地方就让它就这几片叶子在这儿，那密的地方你就把它很密，让它密不透风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再来一朵啊，这个地方再画一朵什么颜色的？我想一下啊。看一下画一朵什么颜色，画一朵大红色好不好？就是刚刚有一位家人说想要看不要有底色的，那么画一朵大红色，那就是不需要有底色的。画一朵大红色，我们就用珠标大红、曙红，那我们再加一个曙红啊，进来。大红我们再挤一点出来。我们在这里画一朵大红的，我们画一个塔式的，画一个深色的，就是2朵浅色的配一朵深色的。
好，我们在这个位置来画。大红，这个是不要底色的，不用底色，属红。深的地方可以加一点胭脂。这个塔式的我们画随意一点的哈。好，我们注意这个篮子在上面啊，注意这个篮子在前面，篮子的这个柄在前面，我们要看着一下。随意是吧？随意可快了，随意的话可能会画的比较快一点啊。调色，各种颜色加，这种颜色的话。这种颜色的话，调的话也是一样的，要调匀哈。就是颜色，不管你用什么颜色，你都要把颜色调匀了才去画。加颜色，颜色依次的调均匀。笔尖要不停的补充这个深色。那花心我们留在这里，大概把这个花心的位置给留出来。好，我们加点水，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加点水。随意点，我们上面加一点这个玫瑰红吧，就让它颜色上会有一点点这种渐变的这种颜色。加点玫瑰红、大红、曙红。随意一点的，我们就这么去点它。当然我们要看层次哦，这个叶子在上面啊。大红、曙红，我们占多一点。
颜色我们到底下这些颜色会更深了。会越来越深颜色。来这边不是说你可以大笔去画，因为这个是在两边叶子的衔接的地方，你要把这个叶子给留出来，把叶子要留出来啊。我们笔上加点水，你看要画一朵比较随意一点的，就可能就很快就画完，真的几分钟就画完了。不小心把纸上画了一笔，把这个纸给画脏了。好，我们在旁边再加上一些伸出来这种花瓣。好，这个塔式的躲在后面，就这样子很随意的可以把它画完。好，我们用这个最深的颜色把这个花心的地方画上。这个是不需要用底色的啊。来，把这种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加深一点。这个地方有些地方没有处理好的，我们可以处理一下，因为这个是这个花篮衔接的地方啊。好，这朵花就可以了。那我拿开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一下这3朵花，这3朵花在这个篮子里面，我们待会儿要画上花心。还有我们把这个篮子加上，把这个篮子该加的把它加上。这个纸不小心给我画到碰到了，嘿，碰到这怎么办呢？把它裁掉，裁掉，裁掉还是不裁掉？然后我们把这个篮子给画完啊，把篮子画完。我们现在画这个篮子哦，画这个篮子，把这个篮子加完。现在这个篮子是不完整的，我们把这个篮子加。笔肚里面稍微有一点点水啊，不要太多了，沾掉一点点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墨来。
蘸一点点墨，把这个篮子画完啊。笔尖蘸一点点墨来画这个篮子。好，这个篮子就画这么大，可以。然后这个篮子我们还要进行处理啊，这个边上这个角落这里是要深一点点，我们要加深一点点。它的衔接的地方，我们稍微的加深一丁点啊。如果你刚开始一画就已经把它画得很深了，就不用再加了。但你画的时候没有让它这个衔接的地方稍微深一点，你可以加一点点，稍微的加一点点，就不要太平均了。好，我们篮子成这样子之后，我们还要进行处理一下，我们来一点点赭石。刚刚我们画叶子的盘子里有赭石啊，我们蘸一点点赭石，淡淡的一层赭石啊，淡淡的一层赭石。笔里面不要太多这个黑色的赭石色。也不是全部扫哈，也不是全部扫，你沿着这个篮子这个边缘这样子画过来，要留一些白，有些地方还是要留白，透过这种白，所以你这样子沿着一边往这边扫。我们这个主要还是牡丹花，篮子呢，它是一个陪衬的，牡丹花才是我们的主角。它这里面也扫一点点这个赭石进来。好看吗？添点叶子进来。
一篮牡丹花。后面我看一下还要不要来一点点层次，会不会太圆了？后面再来一朵的话会显得有点圆，可以在这里可以加一朵，可以在这里加一小朵，在这里加一小朵吧，加一个花苞，好不好？你们说要不要加一个花苞？画个虚的，这里加一个花苞，那边可以有一点点虚的，也可以有一点点虚的，露出一丁点可以。这里加一花就太多了，太那个了，就是我们加一个花苞。后面的课这个花也是一样的，都是这几种颜色：珠标大红、珠标大红、珠标大红、曙红、胭脂，这里又有一点点玫瑰红。反正就这几种颜色哈，都是这几种颜色来画的。那我们加一个花苞哈，这里加一个花苞。花苞还不能加太大了，加一个这个半开的这种花苞吧。好，我们花苞的话还是用差不多的颜色，都是还是这同色系里面的颜色，就是这几种颜色，我们去。花苞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包起来了。一朵简单的小花苞。好，一朵简单的小花苞。把它长出去一点点。好了，我们加上叶子，还是这个三青赭石，笔尖蘸一点胭脂。总算要来一点枝干，看一下，站起来看一下这个枝干，可能都露不出来。来一组小嫩叶，不要伸得太长了。为什么我们画那么短呢？因为这一组叶子已经伸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其他的我们不需要把它伸得太长了。这里面有这种嫩叶啊，
这里可以伸出来一点点嫩叶，其他的叶子不需要伸得太长了。我来看一下整体画面感，需不需要有叶子伸出来？需要有的话，我们也可以伸出来。如果是每个地方都伸出来的话，就不好看。我们已经有这里伸出来，这里伸出来，其他地方可以让它平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想要伸出来，也可以让它特别一点，伸长一点也可以。小叶子，这一边我们就不要了，这一朵红花这里就不要叶子了，就这么多。稍微呢还是勾一点点叶筋。你那边叶子看不到。东西在这挡住了。这个画这个方的，就是有一点啊，画这个方的它太宽了，就是会有一些容易看不到。稍微的我们勾一下叶筋啊，就是有几个嫩叶啊。好，我们点上花心，该画花心的地方我们画上花心。来，我们画上花心哦，画花心。首先，我们这朵花是肯定是要画花心的，移过来一点。来，我们先来。那这个才是正常的花心，我们这样子去画它。花心它其实还挺大的，我们画上去。来用这个胭脂画上它的一个花心。这个是一个雌蕊，雌蕊的话，我们有几种方法，你们用平时我画的那种简单的方法画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画成这样子。就是花心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家人们，你看一下这朵花是朝上的，那么我们花心就不要四周的去展开。你看下面两组，一边一组，中间一组，像这样子去分配就可以了。那花心你可以倒着画，你像这样子从头往下这样子画也可以。来，不会画花心的家人们，你再看一下啊，就是你看这个花心稍微带一点勾，看到了吗？带一点勾，这样画，来这边的这一组的又往这边勾。这下面的两组，然后一边一组，两边的这两组一样的往里勾，稍微往里勾一点点，你看这个笔法往里勾。
这边的也是，你可以倒着这样子画，往里勾，这种笔法，这种状态，像这个小豆芽打灯号一样的画。来，这个花心有点带钩。好，我们点上一些花心。花心也是要有这种疏密关系，不要点的到处都是，就是有一些地方密很多，这些地方你可以好多啊，这一块很多很多，那这一块第二多，其他地方就更少一点，加可能点1颗2颗就可以了。这就是疏密关系，你不要这里点3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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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是3颗4颗，那么它就不好看了，知道吗？这一朵花我们可以不用加花心，就留一朵不加花心。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前途，给大家再拉高一点，看一下前途。感觉这个下面这里还要画几片这个叶子才好。来，我们下面加几片这个叶子掉下来了，加几片叶子。这个叶子掉下来也是要有这种疏密关系啊。这边我们让它很多，这一块让它有一些这种小小的。这个再来2片。还有这种小小的碎的。好，掉下来的我们也要有这个疏密的，你看这一块很多，这块第二朵，然后我们跳出来一片，我们画这种掉下来这种小的这种碎的，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疏密关系。
好，已经够多了，不要再加了，再加就太多了。这里可能让它掉一堆，感觉掉了一堆叶子啊。好，我们这一幅画完了，然后我们这边提款提到左边，提一排，直接一直提下来，这一幅画的话就很好了。在这幅画就是我们画画的时候，不需要把这个画面画满了。不需要把这一张纸画满了，我们要留有这种空间了。你看，我们没有把它画在正中间，把它画的偏左了一点点。这幅画再偏左一点点哈，它在整个纸上偏左一点点，然后这里留了空间，这里是一个大空，这里是一个小空，还有更小的空，这种空间感哈，一定要有这种空间感。我拿下去给大家看吧。现在看得到吗？现在是前图了啊，它在这个画面的左边，然后我们把这边提上款，提上一排字，一直提下来，可以一直提下来。你看一下这个篮子，其实它很简单画篮子很简单，但是画出来它就有这种篮子这种状态，就是你用笔潇洒一点，不要太严谨了，不要你画的时候慢慢的一笔笔的画的太规矩了，那么它这个篮子它可能就不好看。就是你画的时候就随意一点，你看今天的花朵也是比较随意一点，就是你们是不是更喜欢看这种比较随意一点的？